为何我希望 Savage 可以离开七六人，到别支球队闯闯，当老大，当球队核心都好，继续待在七六人的话，他永遠都只是這樣子的 Savage。 Let her go. Very poor choice of words. No! 有落面聽住噶啦，佢叫打我先打噶咋，真係。有啲咁嘅嗜好啊，咁大個仔都未聽過。唉，沒想到真的送走了。Hello， 我是欧车部，没有错。今天要来谈的是歹戲拖棚的 Jimmy Butler 交易案。那原定计划的周报则将会于明后天上架。在今天的凌晨1点的时候呢，其实灰狼和七六人就已经传出交易的相关传闻，没想到居然还真的交易了。七六人送出了前锋 Dario Saric、摇摆人 Robert Covington、后卫 Jerry Bayless 和2022年的2轮签，向灰狼换取了全明星摇摆人 Jimmy Butler 和2017年首轮中锋 Justin Patton。灰狼将获得额度2.7 million 的交易特例，而七六人则将获得2.5 million 的交易特例。由于说灰狼获得了中锋 Justin Patton 在新人合约上的第3年球队选项已经确定不被执行，加上这2年伤势不断的因素，基本上可以直接忽略。灰狼方面也在交易确定不久之后宣布将会裁掉后卫 Jerry Bayless。而根据的消息和报道指出，七六人在和灰狼交易之前已经和 Jimmy Butler 见面，并达成了续约共识。在这一笔交易案之后，七六人也将拥有 Jimmy Butler 的鸟权和奉上最高顶薪的权利。等到这笔交易案完成程序和手续之后，七六人的球员名单将会空出一格，初步预估应该会和去年年初一样，等待买断市场有没有好货来填补这个空缺。好的，我必须要承认，在看到了这笔交易的当下，我是非常崩溃了。Saric 就算了，之前影片也提过，但是送走 Rocco 我实在是很难接受，尤其我算是一路从七六人的黑暗时期看到他成长并活到现在的球迷，亲耳面来看我真的难以接受，或许真的该买一件他的球衣了。然而撇除掉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情感层面，七六人选择在这个时机交易 Jimmy Butler 其实代表许多意涵，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 The Process 的进行。众所皆知的主流思想是，七六人应该要等待 Fultz 的成长之后，明年夏天利用最后一次薪资红利的空间去抢大咖。因此本季就算比赛内容很痛苦，还是必须要耐心等待并帮助 Fultz 的养成和培训。然而这笔交易案的发生也代表了七六人的 Process 又再度的加速前进，或许还不是结束，但很显然的快要到终点了。尤其七六人在这笔交易案之后将会拥有 Jimmy Butler 的鸟权，因此在续约上合约预期将会是5年190 million。而 NBA 在薪资签约上的条例上，为了避免球队钻漏洞的可能性，因此规定了在与自由球员正式签约之前，该球员的预定薪资将会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先占据球队的薪资空间，英文术语叫做 cap hold， 我个人说会翻译成虚拟薪资空间。通常来说，这个预定薪资会依照球员的身份来加总趴数。以 Jimmy Butler 的身份原有合约薪资和年资来说，他的虚拟薪资空间将会是原本薪资的150%，预估将会是30.7 million 左右的薪资占额。由于七六人已经宣布不执行射手 Korkmaz 的球队选项，在假设七六人会续约 TJ McConnell 和 Jimmy Butler 2个人的情况下，七六人将会在明年自由市场上持有大约21 million 的薪资空间。好了，这边暂停一下。为什么我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讲薪资空间呢？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明年夏天将是七六人最后1年有薪资空间签明星的球员，因为下一个赛季将会是 Ben Simmons 新人合约的最后1年。一般来说，这种等级的球员肯定会先谈提前的续约，如此一来，未来的七六人将无法再像过去2-3年可以肆无忌惮利用薪资空间去签明星球员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明年的夏天是七六人最有机会，也是最后的机会延揽明星。现在先交易来巴特的另外一个代表意涵就是，七六人想要的不只是1名明星的球员，而是2名。是的，我们过去很习惯用塞尔提克的模式，也就是利用首轮新秀的薪资红利去创造薪资空间，并在他们还没谈续约之前，赶快利用这个空间来签明星的球员，然后带入到七六人在未来的操盘走向和可能性。然后我们忽略掉一件事情。塞尔提克这一套模式其实并没有真正让他们夺到总冠军。事实上，这几年下来，真正夺冠最多的，我想应该各位都知道，是金州勇士队。所以我认为，总管 Elton Brand 想要效仿的正是勇士这一套操盘逻辑。毕竟在有续约共识的前提之下 ，Jimmy Butler 和 Saric、Rocco 的差距根本就不是数据或者是数学的问题，而是明星球员和角色球员的等级差距。而七六人在今年夏天也势必需要面对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正好和当初勇士在要不要续留 Harrison Barnes 的时候相差不远。前面也提过，在这笔交易案成型之后，七六人在明年自由市场所持有的薪资空间为21 million， 但假设只要清出大约9到10 million 的薪资，就能够弄到又一张顶薪合约的空间去签明星球员的话，你会不会愿意做呢？这个问题就好像当初不管续不续约 Barnes， 勇士肯定就是要缴豪华税的类型是一样的。而最终勇士选择我宁愿多花一点钱，多吃一点亏，可能失去多一些战力，也要签下更贵，但是能力和等级完全不在话下的 Kevin Durant。好的，我们回到七六人身上，如果真的如我所讲的，打算再签一张顶薪合约的话，相信各位应该也猜得出来啊，没有错
Jimmy Butler 这笔交易案似乎也代表了 Markelle Fultz 的地位是可能被动摇的，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是。尤其我们也知道控卫这个东西在新秀里面是最难养的。再回头看看 Fultz 明年薪资额度为 9.7 million， 如果再把他送走的话，七六人将能够清出一张顶薪合约的空间，到时候一口气续约 Jimmy Butler 和签下例如说Klay Thompson 之类的这种球员，这样的几率可能不会比想象中还低。试问各位，过去有没有想过 Kawhi Leonard 会搞出这种戏？有没有想过 Paul George 会续留雷霆不去湖人？有没有想过公路本季突然会变这么猛？所以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但是讲那么多关于七六人的未来走向可能性，实质战力上来说，这笔交易案真的很好吗？当然，毫无疑问的 ，Jimmy Butler 的等级明显就是高于 Sarich 和 Rocco。问题是在于融入体系和角色上 ，Butler 的到来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？确实，七六人在这两季的进攻体系和配置上，是替阵中2名主将特别设置的配套措施，尤其在于外围射手布置和配置。然而，这笔交易案直接清走2名外围射手，虽然说 Rocco 本季的3分准度更加规律化的不稳定，而 Sarich 一向也比较慢热一点，但是好歹也是站在3分线外具备一定威胁的球员。再把射手清掉的举动，有没有可能让 Ben Simmons 和9位 MB 更难打呢？尤其这2个人的投射能力只能说普通，一个还根本就没有。虽然本季的 Butler 在3分命中率还有水准以上的 37.8%， 问题是 NBA Ben Simmons 的持球需求明显更大。尽管 Jimmy Butler 生涯初期本身就是以无球跑位出道的，可是你今天大费周章把他交易进来，又不给他球权，这好像是有点奇怪了，不是吗？因此在磨合搭配上呢，我个人其实是挺担心的。不过不要误会，虽然在球风的适性上可能还有待磨合，但是以整体而言 ，Jimmy Butler 的到来对于七六人来说依旧是升级的，尤其在后场防守上。尽管相较之下 ，Rocco 明显在身材臂展上略胜一筹，更可以往内线和禁区来防守和对位，但是面对对手的强大后场的时候，七六人在后场的防守上并没有相对应的人手，大概只有 TJ McConnell， 至少在先发主力上是完全的没有。Jimmy Butler 的到来反而能让七六人在防守端的战力更加平衡，在磨合和搭配恰当的情况下，外围有 Butler， 禁区有 MB 的阵型确实比较均衡一点，而 Ben Simmons 也将往下守到对手4号位，相对之下也能减轻不少防守端的劣势。相对之下了。除此之外呢，巴特勒在防守端的经验，或者更实际点来说，到整体的球场解读的经验，肯定能够带给这些年轻人不少影响。毕竟说一句实话，现在的七六人还是在打天赋球 ，NBA Simmons 本季更加明显，完全不去针对弱点做改进，是许多球员的一大弊病。相对于这些原本就是天之骄子的年轻新星，带有浓厚草根味的Jimmy Butler能够带来多少影响，我个人对此可是相当的期待。讲到这里呢，顺便提一下，交易确定之后的当下，其实有不少人认为，以Jimmy Butler的过去的历史，七六人的休息室可能会爆炸，尤其在原本就有叫 MB 这个爱放炮死中二。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担心啊，撇除掉了个性和中二的部分 ，MB 和 Butler 的共同点就是求胜欲望非常的强烈。既然都是想要赢球的球员，我是不太认为会有什么休息室爆炸隐忧啊。毕竟比起灰狼那个电竞选手 ，MB 虽然也会假摔，也会抱怨裁判，也会耍中二，进攻端的判断和处理球能力也会出问题，但是他从来不会出现该打的时候不敢打，该硬起来的时候却软趴趴的鸟样子。MB 中二归中二，但至少球队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愿意挺身而出。反倒是 Ben Simmons 就真的问题不小了。讲直白一点，他的态度和球技都很有问题，而且都是比 MB 更大条。只要遇到了等级强一点、防守硬一点的对手，你很容易会发现 Ben Simmons 会直接开启隐形模式。例如说对上了暴龙的 Kawhi， 或者是公路的 Giannis，Ben Simmons 不用说单挑，他根本直接被碾爆手爆。这对于这目标东冠甚至可能总冠军的球队来说，是非常要不得的缺陷的问题。只能希望 Jimmy Butler 能够适时鞭策这名年轻球员吧。不过我认为其实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于总教练身上。对，我知道他本季所需要面对的问题非常之多，但这依然不能够当作掩饰执教缺陷的理由。这是七六人始终打不出来的核心问题。Brown 真正擅长的是给予球员适当的定位，但是在战术涵养和用人的搭配上实在是乏善可陈。季后赛上的离场反应和关键的调度更是毛病一大堆。的确，这不能怪他没有错，毕竟他本身就是阶段性任务的过渡型教练。好了，讲到这边，在串联前面我提到的七六人想要走勇士那条路，你应该也能轻松的把 Brett Brown 想成 Mark Jackson 了。而且前面讲到的球权问题上，我可是还没有讨论到 Fultz， 尤其前发阵容上很有可能会再度把 JJ Redick 拉上来，到时候会先被边缘的肯定是 Fultz 啊，除非七六人选择将 Fultz 摆板凳，然后可能把TJ McConnell 拉上先发之类的，不然我实在无法相信 Brown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尤其本季可用射手只剩下 JJ Redick 的情况下，如果真的像我讲的一样把他拉上去的话 ，Fultz 的功能大概就只剩下算了，我宁愿把他摆板凳，或者更绝一点好了，更绝一点。既然七六人有机会签到他的薪资后能够制造出顶薪的空间的话，我干脆把他拿去跟太阳换 Trevor Ariza 和2枚首轮签算了。
反观灰狼的部分就轻松了不少。当然啦，这两支球队在交易的评判标准本来就不同。灰狼自从 Jimmy Butler 的喊卖我之后，他的评判基准就变成了停损点的计算角度。以这个交易案当中，虽然 Jimmy Butler 的交易价值确实是有下滑的迹象，但是也已经算是及格以上的操作了。收进来两名球员都是证明过自己的先发级球员，而且在未来薪资和操作上都很好做利用。Covington 的合约就算到了最后一年也才 12.9 million， 合约长度还一路计算到2021-22年赛季结束。类型又是属于现今潮流的3D 型球员，更不用说他的球风又是属于灰狼阵中少见的硬汉风格。只要未来没有任何大伤的影响，他绝对是相当优秀又好用的辅助型球员。Sarge 是一名进攻端非常多才多艺的全能型前锋，同时又具备了传导和策应能力。目前还在走新人合约，就算合约到期好了，也能用鸟权硬吃薪资。而他在今年季后赛的表现也证明了，真正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也是能够硬起来撑起球队。虽然说 Andrew Wiggins 和 Towns 可能也需要球权，不过基本上他们还没有到像是 Ben Simmons 或是 MB 那么的吃球权。况且过去老齐在公牛也执教过像是 Mirotic 这种欧陆常人，虽然就1年。尽管我认为 Sarge 比较像是进攻差一点、传导更好一点的版本，但是使用数上应该是不会到太难使用。至于 Bayless 这个到期合约和2轮签的部分，同时也满足灰狼就算愿意收烂约，也不想要占用到未来薪资空间以及一个抽刮刮乐的机会资产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灰狼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当然，灰狼在阵容调配上还是有需要思考的方向，例如说 Jimmy Butler 走了之后，球权该给谁？谁应该上来补上 Butler 离去的先发2号位？是新的 Okogie 还是 Rocco 呢？ Sarge 应该要先发还是打板凳？那个人认为应该会把 Wiggins 拉到2号位去打，3号位交给 Rocco。但是 Sarge 定位就有点微妙，先不管灰狼进去有点爆满的情况，反正 Gibson 和 Tolliver 都是到期合约，相对之下其实比较好解决。但是在使用上，究竟会像上一季的 Bielisa 从板凳出发，而且拥有一定控球和出手权呢？还是过去类似 Mirotic 菜鸟年的定位，甚至可能把 Butler 原有的球权转移到他手上呢？我想这些将会是最近灰狼需要实验和思考的地方，但至少不用再去面对 Butler 所造成的乌烟瘴气。或许 Towns 能够开始认真打球也说不定呢。不过讲一句实话，我对于灰狼并没有像其他人那么的熟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看乌托邦大最新的文章 Butler 交易案落幕于里程碑，以及他的粉专对，就字幕上那样子，所以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。总结来说，灰狼明显在这笔交易当中满足了所有的需求，有即战力，有未来资产，又清出了休息室麻烦。而七六人只是作为一个很大的赌注，而且这一赌恐怕不只是这一次人员异动而已，毕竟没有人只赌一半的嘛。如果真的要赌的话，把 Fultz 交易掉，清出顶薪空间，抢明星的事情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。然而，既然是赌，势必会有风险存在。目前看来，我认为这个风险极大，因为不确定因子实在是太多了。所以，即使是有和巴特勒达成续约共识，我还是认为这笔交易案只能算是打平。七六人部分是有机会让这笔交易评价更赚，但是后续的操作和修正明显的非常费功夫。而相较之下，策略战力比较薄弱的部分，除了可以透过买断市场补强之外，七六人在未来2年，除了2张自家的首轮签之外，还持有6张2轮的选秀签。以过去七六人的选秀眼光来说，应该是不用太过担心。所以差别只是在于 Fultz 的定位而已，不管是先发的配置还是未来蓝图都是。倒是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呢，七六人应该算是巴特勒在 NBA 生涯当中第一个和 Thibodeau 毫无关系的球队了。最后的最后啊，干，我真的怀疑七六人高层有在看我影片呢。Sarge那支影片出完就被交易了耶。好了，只希望他和 Rocco 能够在北大荒打出一片天，这样就够了。说真的，即使到了现在录音的现在，我还是觉得情绪非常的复杂。虽说情感在 NBA 操盘上毫无用处，但好歹我也是球迷啊。我很想称赞七六人这次把握机会的时机点其实很不错。作为新任总管的 Brand 也确实勇于尝试，只是这笔交易案动到 Rocco， 情感上我实在是无法接受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追踪我 IG？ 我之前在西班牙玩回来的时候，在杜拜机场等待转机，跑去买麦当劳，因为肚子有点饿。因为身上穿的是七六人的季后赛短袖，就被一个黑人搭讪，然后就聊起来。他说他也是费城人迷，而且是非常道地的那种费城在地人。他说他也是在七六人打败公牛闯进第2轮的时候开始看的。他说他最爱的球员就是 Robert Covington。现在想想，不知道当他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好，那影片差不多告个段落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怕错过我的新影片和直播的话，别忘了按下旁边的小铃铛按钮，就不会错过了。想要看到更多及时的资讯和看法的，欢迎到我的 FB 粉专或是 IG 上逛逛。我是欧车部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干，到底为什么要把 Rocco 送走啦？干，崩溃耶！
决定了我明年除了要飞密尔瓦基以外，我要飞一趟费城，买他的球衣之类都好。唉，突然觉得威力贴大讲的那句话蛮有道理的，人活得好好，为什么要支持76人呢？